大家好，給大家展示一下富貴昨天出差去洛杉磯，特意給我打回來的烤鴨，價值$105的烤鴨長什麼樣？當當當當，$105哦，就這麼一小盒，還沒有鴨架子，所以我們今天要吃如此昂貴又不到1隻的北京烤鴨。問他有沒有鴨架子，說沒有。那我的鴨架子去哪兒了呢？我本來想說這個鴨架子還能我做個冬瓜湯，冬瓜湯也別做了，我就還好有秀珍姐的小卷乾，所以我準備用這個冬瓜炒一個咱們澎湖湖景的小卷乾，就靠它撐着這頓飯了，要不然我這頓飯吃的太苦澀太心酸了。這個烤鴨我們拿烤箱烤了一下，然後還有一個醋泡花生，芽苗菜是不能停。就是我们的重点，冬瓜炒小卷干。看到我又開始喝西瓜汁了，就知道富貴又在 Costco 挑到了不好吃的西瓜。來，我們今天吃這個昂貴的烤鴨啊，還是挺期待的。每次富貴去洛杉磯都會打包回來，就是我很想吃的東西，或者他很想吃的東西，第二天我們就可以吃，我就不用做飯了。然後跟大家說一下這個芽苗菜。因為最近我們家不是頻繁的來朋友嘛，所以這個用那個 Mason jar 發芽苗菜的那個量，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就不太夠了，所以我現在發現用瀝水蘭其實是非常非常好用的。種子泡好了以後，底下鋪一層廚房紙，然後種子泡好以後就倒在那個廚房紙上，然後上面呢再蓋一層濕的廚房紙，2層廚房紙都要是保持濕潤，然後把那個上面的那一層蓋上，放在pantry 就是儲藏室裡或者櫃子裡避光2天，然後呢這2天每天拿出來就沖上面那一層廚房紙就行，然後那瀝水蘭的水就會下去嘛，然後冲完了就在底下墊一個锡紙盒，就再放進儲藏室裡面，等第3天的時候拿出來，然後它就基本上都已經就是鼓起來發起來芽了，就可以把上面那一層廚房紙給揭掉。然後呢，就放在這個有陽光的地方，它就會長得非常的直，非常的白，非常的粗壯。你看這個都是非常粗壯的這個芽苗。就是如果說家裡吃這個芽苗菜的需求比較大的話，人比較多的話，其實瀝水蘭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發現這瀝水蘭也很好用，而且你不需要用紗布。之前我出教程的時候用紗布，那個紗布你們還要洗，每次就是很麻煩。其實廚房紙就可以，就是到最後的時候要把那個苗從那個廚房紙上剝下來的時候要仔細一點，因為有的時候會因为廚房紙會碎掉嘛，它會有一些殘留，你就仔細的輕輕的剝開就可以。我們來吃烤鴨。這家餐廳我們其實之前老去吃，我們都很愛吃這家餐廳。你記得咱們之前去的時候，記得就是咱們好像我記得一次冬天吧，對，就是5點鐘開門吧，外邊都下着雨，然後外面好多人排隊。對，就是沒開門，外邊已經堆了好多人了，然後一開門就10分鐘就滿了，就坐滿了。對。然後你知道我打包這次烤鴨，我是個週五啊。昨天嘛，昨天周五5點去的吧？我6點到的。6點到的。我6點鐘到的，只有那麼星星點點的那麼3、5桌，就整個一看就是整個是空的，所以你根本不用定位，然後也沒有人外賣，只有我一個人外賣。然後富貴去了以後跟我說完蛋了，他說我可能要翻車，我說為啥呀？他說這個餐廳現在沒有人，而且105，然後沒有鴨架子，跟我說。對，這個鴨架子，你知道我還問他，我說我能不能是我花錢買這個鴨架子是不是可以？因為你知道以前那個就是北京全聚德，全聚德是說你如果不吃烤鴨也沒事，我就買個鴨架子，很便宜，可能10塊錢、8塊錢的就很便宜，然後我說我買個鴨架行不行？他說不行，他說你可以20塊錢，我們給你做一個鴨架湯，你打包走。為什麼會沒有鴨架子這件事兒？我們到哪兒去了？他到哪兒去了？而且就是你從自始至終就是在哪兒吃這個烤鴨，在美國不管哪一家，你都基本上都有鴨架子。對，好像不管是原來的梅州東坡呀，還是後來那改成西貝了那個，都有鴨架子。對，你記得以前在梅州東坡，咱們說要鴨架子，然後那個
那個服務員特別好，說我再給你一個，多給你一個鴨架子吧。就是他會，就你感覺他就是從那個上面卸下來的。对，然後他做個湯好像也就是加個幾塊錢，對，有的還不加錢。對，我們把芽苗加上的這個，哇，這個肉這麼厚啊！這不光肉厚，而且非常的柴，非常的乾，我們也沒有熱太久，我怕它柴，怕它乾，但沒關係，有的吃就行。感恩的心，感謝有你，有吃的就行啊。我感覺在北美烤鴨這個事兒，我們就斷了這個念想了，真的。我覺得梅州東坡還可以啦。爾灣呀，爾灣那個梅州東坡我們還可以去的。哎呀，不好吃哈，特別柴。你加上這個芽苗菜吧，這芽苗菜我覺得還是蠻好吃的。芽苗菜大家一定要去發，對身體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非常的百搭，怎麼吃都行。你加在哪兒吃它都好，然后对身体非常非常好。所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人他自有没有人的道理。对了，我们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啊，那天说到就是现在为什么很多餐厅不好吃了，就原来还是好吃的，然后后来就不好吃，我就说在美国哈，很多朋友就说那肯定是换厨师了，换主人了，或者是就有朋友留言说有的洛杉矶前段时间他知道就是会有一大批的预制菜从中国进过来。真的，从中国进过来，从中国进过来。我一开始我在想说，就是这个造价不会更高嘛？但是其實這個造價，你要是一箱一箱運的話，並不那個。我們也的確是吃過，就是沒熱透的預制菜。那它肉怎麼進來？就是那麼進來嗎？那我就不知道了，它肯定是有辦法，因為它如果說 sealed，就是它肯定是有一個食品標準嘛，就是它是密封或者怎麼樣的，就是這種有一個進口標準，不像我們自己轉運這個東西就不行。那你要如果是個商業化的一個東西，它有可能是有這個，所以就想讓我們想到就有的時候我們會吃到那種沒有熱透的預制菜。就是所以我們在洛杉磯的時候，就我和瀟瀟總迷路小姐就是經常就是有些餐廳就是吃着吃着就不吃了。然後呢，那天林大哥給我留了個言，說有可能很多大廚都被 ICE 抓了。我一想好像也有這個可能性啊。洛杉磯可能特別有這個可能性。對，洛杉磯就是非常有這個可能性。你知道，我覺得現在洛杉磯的感覺就是那種餐廳很蕭條。就是沒有什麼人，而且你記得以前，比如說我們在華人區那些廣場，停車都很難找停車位，現在就是大把大把的停車位，而且現在，你知道現在就是你在洛杉磯開車吧，你就感覺好像在北京開車似的，就是、在東區啊，就是東區，就是華人區唄，真的就跟北京。那你不用在華人區，你在老外區。在那個downtown更費勁兒。還好，就是它只是說是比較多，但是你知道現在華人區這邊就是車好像橫行直道的，就沒有什麼交通規則可言。對。那我最近做的這個醋泡花生非常好吃，得到了一致好評啊。然後是買的生的花生，新鮮的生花生泡，特別好吃，辣辣的，用醋，我背回來的山西陳醋來泡的。今天最好的吃的菜是小姐乾，我都不捨得用。平時富貴跟我說，你是不是該做你的小姐乾了？我說不。然後現在這個本來我是想做一個冬瓜老鴨架子湯，沒有鴨架子。然後另外我跟你講，這一隻烤鴨，你記得這一定不是一隻烤鴨，咱們在它這個量有點像我們去彩宴吃的那個半隻的量，它會比半隻多一點。對，鴨腿是2個。這鴨腿一定是2個。我突然想起來，上軒那個薑母鴨，人家做的時候，人家分的時候就非常仔細的分出來，就是有幾個腿兒，幾個那個什麼。哦，對。所以人，你看這個鴨子的多少，咱們不可能說給你數幾片肉啊，就是看腿兒嘛。哦，對。他要給你一條腿，那就是。明着跟你說，騙你！看在我今天不用做飯的份上，懷着感恩的心來吃它。所以在北美的朋友有沒有就是推薦的好吃的烤鴨？沒有。
沒有，其實有些餐廳，像這家餐廳，我們原來也很愛的，很好吃的，就是真的就不知道為什么。他們家以前號稱洛杉磯最好吃的烤鴨，而且它價錢可真的是不便宜、啊。105，朋友們，105美元。咱們原來梅州東坡啊，還是哪兒，就撐死了也就80-90美元。对，我記得咱們上次吃一個80-90美元還有鴨架的，你105美元，然後他還問他要小費。對，你要小費，你弄得我說他那個105啊，只是鴨的價格，然後付款的時候呢，他還要付小費。對，他要小費，人家小費是10、18、20、25，呵，他都沒有23什麼的，就是25，25。然後我看有個其他金額，我就點其他金額，然後你就給了5塊，是吧？收了5塊錢，你還給5塊，朋友們，大家點這種外賣 to go 的時候給小費嗎？不給。那你給那5塊幹啥呢？你為啥要給那5塊呢？他過不去那一頁面，逼你給。你不點那個，那頁面好像過不去啊。現在你知道，就是因為在美國時間久了，就是原來的時候，我剛來美國的時候，就這個 to go 根本就不用給小費。現在我就比如點個星巴克呀，點個什麼，我都得給個2塊錢，點個奶茶什麼的。飲料啊什麼都得給個2塊錢小費，然後弄個這個就感覺就是已經變成一個壓力了。你說你在餐廳吃飯給小費已經是個壓力，然後你土狗現在也这個小費也成壓力了，我的天哪。你除了買麥當勞不用給小費。你這壓的太乾了。但說實在的，我覺得你說現在通貨膨脹。說數據下來了，但我並沒有覺得。大家覺得美國的通貨膨脹，就在北美的朋友有覺得就是這個物價下來了嗎？你知道，我覺得美國的這個物價很奇怪。你看，你前幾天，要不然就是買不到雞蛋，要不然就是現在180個雞蛋6塊9。沒有，在那個 Costco Business Center 是嗎？是1箱的雞蛋180個。6塊多7塊多，反正就分zip code 不一樣，可能更便宜嗎？180個雞蛋，那你說這個購買力也是很強的呀，7塊錢買180個雞蛋。他們說好像雞蛋現在賣不出去了，泛濫了。也不知道為什麼泛濫。關鍵前一段時間也就半年以前就沒有雞蛋了，就是咱就是不知道這個美國這個物價到底是它，你說它膨脹吧，它有的東西是真便宜。你說它便宜吧，它有的東西也真貴，就從疫情開始也就沒降下來。所以我再也不用搶雞蛋去了，我買了1箱雞蛋嘛，180個。對，我們在我们的海鮮群買了一箱烏雞蛋180個，20塊錢，30塊錢。30塊錢，烏雞蛋貴一點，30塊錢，這也真的是便宜。我跟你講，它就是貴。你看咱們前2天，咱們去給台灣寄一份資料，去寄這個文件就9頁紙，他跟我說3到6天是268，6到9天是248，嚇死人了，嚇死我了。因為我們之前經常會寄一些東西，也就是100來塊錢。對，因為我們可能有1年多沒寄過了，就是中間隔了可能有1年半都沒有寄過東西了，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就是寄最快的，好像也就是100、110、100，FedEx 啊、UPS 啊，都是這個價錢，或者 USPS，郵政，美國郵政。對，但我們後來去郵政寄的，就還便宜一點，80多塊錢，而且這天數也是一樣嘛，3到5工作天，但就是這個 UPS 為什麼就差價這麼大？油漲錢了。那 USPS 油也漲價，都是同樣的油啊。它是國家的嘛。你看那個，我們有個加拿大的朋友，他現在全家到清邁去生。查老師，就是我們在那個溫哥華去找他們吃，鐵鍋燉大鵝啊，那一家朋友就是他們，男生是編劇，國內知名的編劇，導演，然後呢，就是我們關係非常好。他現在在加拿大待了3年吧，然後現在去清邁了。然後就跟我說，我們在溫哥華當了幾年冤大頭，現在在清邁一人吃飯，平均20塊錢人民幣。我說你在溫哥華當冤大頭，
你把我们美国放在哪儿？那天发完了，我说我们停个车就$20的。对，停个车就$20，他这平人均吃个饭20人民币，而且都吃得非常好。而且泰国是真便宜，特别方便。他们租那房子也很好，特别好，那种大挑空的那种的。带挑空的別墅。对，好像1萬多一點，1萬多人民幣吧，1萬多一點。那真不貴，1000多美元嘛，不到2000美元。对，因為當時我們在溫哥華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溫哥華的物價很低，就是不管吃的什麼的，我都覺得就特別划算。然後他當時在溫哥華租了一個 townhouse，3000加幣，我們當時就覺得哇，真便宜。然後現在去了清邁，又感受到了這個物價的這個低到一個震撼。對，而且他說很方便，他考駕照，他說因為他加拿大駕照什麼的都沒帶過來嘛，然後他就去那個車輛什麼考駕照，好像是1000，他都按人民幣算了，現在他也不說泰銖，他就人民幣，就是1500塊錢人民幣，3天就考完了，去2天駕校點個就是打個卡，然後第3天再考試就完了，然後完了他就可以買車了，也很方便。對，你知道說我們這一朋友這一家人，就他有2個孩子嘛，一個女生一個男生，然後4口，他們都是適應能力超強。你想想從中國搬來溫哥華旅居了3年。然後又從溫哥華搬去清邁，就其實這都是 big move， 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整個4口都是非常的就有魄力，而且就是非常適應能力非常強的。對我們的好處就是我們原來老去溫哥華，喜歡溫哥華的時候他們在，然後我們在溫哥華就多一朋友，然後我們以後去清邁也可以找他們，也有朋友可以找了。哎，我看他們每天我開心了，我看發的那個朋友圈。我們去那個騎小摩托出去，對，騎小摩托跑步，然後去那個看那個大象什麼的，就每天過得就很安逸，你知道嗎？對，清邁那個地方本身就是很安逸的一個地方，很舒服的一個地方。那下次我們去清邁就可以去找他們了。其實我覺得，你說孩子上學，很多人都說北美教育好，但是其實我覺得。你可能重要是大學吧，你的初中、高中其實，我跟你講啊，他們的孩子，我那天想過這個問題啊，將來一定會是很全面的孩子，為什麼呢？前段時間瑞娜不是來我們家了嘛，然後我們就聊了聊，就像我們還有我的這些朋友，因為在北美生活、學習、工作，算是長大的吧。雖然沒有 ABC 那麼個長大，但是我們出來也都是這也都是20年了，傻，就我們就是如果不管是回國呀，還是就是去一些其他的國家做事兒，其實容易被騙。就像 Rena 他就跟我講說，在美國或者是在加拿大，就這個人其實是有一個。不管說是道德底線，還是一個什麼，就是交流互相的一個誠信，它是有一個就是標準的，就我不會說主動去騙你，除非就是真的就是遇到騙子了，像有的時候說什麼老華人騙新華人，就這種不是普遍的現象，10年是遇不到的一個事兒，但是在迪拜遍地都是騙子。瑞娜跟我說，他就每天就是跟開盲盒一樣，天天都上當，當不一樣，就真的就是殺豬盤照進現實了。就他不是說一上來就是哎我騙你怎麼着，他能潛伏在你身邊1年，天天找你吃飯騙你的錢。你說就像我們這種敞開了心扉，就是接納新朋友的這種人，就沒什麼心眼子的人，怎麼去在那兒生活？北美有2種騙子，我覺得一種那種超級大騙子，但是騙不到你頭上，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對，你不夠他們的標準，不夠資格，對，就他們就是那種騙那種超級有錢人的。這是一種人，還有一種人呢，其實就是表面騙，就是表面騙，就是比如說我就小錢兒，我今天說給你辦個事兒，然後呢，比如說，哎，我沒給你辦成，但是錢我也收走了，就是這種屬於是，就是比較低級的表面騙，不壞，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他沒有那麼壞。對，然後而且就是你知道來北美，不管你是怎麼來的，不管你上學還是工作還是什麼，他卡的這麼一個標準，他是在的。你像迪拜，你隨便就去了，也不需要簽證啊。對，所以你什麼樣的人你都可以去。瑞娜說是，甚至就是說，就是有正經工作的這些人都是沒有誠信的。就比如說我的客戶，我拿了一個什麼定金
拿給你，然後呢你要去交到一个什麼去買房子或者怎麼着，然後你就拿着錢就沒了。他講那個事兒，他好像說家裡有個什麼東西壞了。然後找了個修理工，然後修理工說要買個什麼配件啊，把錢給他以後人走了，去買配件去吧，買完配件就錢拿走了，人也不再回來了。對啊，就是這種。我覺得這種事兒在美國應該很少，幾乎很少會有這種情況。對，因為他賺你名錢，就是我賺你的我人工錢多少錢。所以我有的時候就在和我的這些好朋友們說，就是我們在北美待的時間久了以後，真的就是有點天然呆。有點天然呆，就防範人的心啊什麼，就的確是沒有，因為這個整個環境其實它沒有讓我特別有防備心的這個情況，就建立起自己這個自我保護意識那麼強，你知道嗎？對，呀，餅沒了，也沒了，所以他因為壓的少，他就給你那麼多餅。對，咱倆都沒吃幾張啊。嗨，不是只要4個人，就一人只能吃1-2張餅。對啊，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覺啊？就是我覺得，就是 Vegas 的中餐廳，還有就是亞洲餐啊，什麼日餐吶、泰國餐吶，其實他們都在認真的經營。但是現在你知道，洛杉磯的餐廳就有點那種感覺，就是遊客區的景區餐廳那種感覺，是關門率特別高，換主率特別高，非常不好。我們之前還沒搬來的時候，就有一家餐廳，好像我們每次去路過，它都是一個新的招牌。咱們觀眾都特可愛。那天跟我推薦了一個說 Vegas 新開了一個海南雞飯，你說你給我推薦海南雞飯，你告訴我名字嘛，對吧？不，他告訴我215和 Rainbow 交匯處新開了一個海南雞飯。我說哥，你乾脆給我個經緯度坐標得了，你跟我說215和哪個街的交匯處，太好玩了。對，如果大家有口袋名單啊，不管是洛杉磯還是 Vegas。我也咱們互通一下有無。我那天我就想到，我說那個川菜不好吃，然後那個川菜因為原來我一直覺得很好吃，所以呢我在我其他的視頻下面有給觀眾推薦過那一家，然後現在變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吃了，以後大家都覺得不好吃了啊，然後我就找不到那個視頻了。我就想說我要找到那個視頻，我把那個我推薦的那個留言刪掉，要不然別人在看了以後再去吃，這不回來罵我嗎？你是留言留在底下？對，有個觀眾給我留言，然後就說那個要來 Vegas 啊，說讓我推薦點中餐或者什麼的，然後我就推薦了這一個，還有幾個，然後我就忘記是在哪一個視頻裡了。我那天就是花了2個小時找，沒找出來，因為我很怕砸自己的牌子，你知道嗎？我覺得就是口味這個東西，雖然說因人而異吧，但是這一家真的是已經沒法吃了。就是你要是去了的話，你回來，我如果說我看到這麼個留言，因為我看到這麼一個推薦，我去了，我回來肯定罵這博主。所以標準做法是，你最近吃的好吃，你這個節目上了2個月以後，你就把留言給撤掉。我昨天跟我一個朋友，吃飯，他感覺是一樣的。你知道他們家，他們家也是，就是跟逍遙家是一樣的經歷。進賊了是嗎？他們是怎麼回事？他們是頭一天是有個人敲門，但是跟第2天人是不一樣的。有個人敲門呢，然後開了，也是說找錯了。然後第2天呢，就是他們還上午睡覺呢，就來了，然後就聽見嘣的一聲，就一模一樣唄。對，就是他們家有一個門，好像是橫着拉的，應該是，但是他是硬推來的。然後他們的人就下樓，那人就跑了，一模一樣，一模一樣。所以洛杉磯它是有，就是的確就是像警察說的，是有這麼一個團夥，就專門幹這種事。我發那個視頻的時候，還有朋友留言說，你這不能說因為這一件事就說美國不好啊，或者怎麼着。我沒有說美國不好，但是這個事情的確就是發生。這個事情沒有發生在你頭上的時候，你永遠覺得這是一個偶發事件。但是其實你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已經發生了太多了。還有朋友留言說，那這個太正常了，我們家那個小區一溜全都被破門而入了。所以就說這個東西並不是說我說美國不好，但我就是在陳述事實，我沒有說拉一踩一或者怎麼着，我就陳述事實。因為這個事情沒有發生在你頭上的時候，你總是覺得別人都在誇張，別人都在那個什麼，你發生到自己頭上，發生在自己朋友頭上，發生在自己鄰居頭上的時候，你才會覺得哦，原來真的是有這麼一個事兒，有這麼個團夥，有這麼一個
对，我要给他講我說我們一個朋友的事兒，說，哎，你這不用講，就是我給你講我的事兒，是我親身經歷的。所以咱們2個人餅都不夠，你再但凡多一個人，怎麼辦啊？你記得以前那個梅州東坡打包特別漂亮一個像禮盒似的藍色的盒子，然後人家餅是2袋，然後那個鴨子比這個我記得鴨子應該是就是每樣皮是1盤，然後這個鴨肉應該是2盤，就你根本吃不了，你現在这個，你这要再去人偉家，你給他打2隻可能都不夠，你家。今天這個拿一披薩盒就回來了，扁扁的披薩盒。哎，真的是。行吧，朋友們，今天視頻就到這兒，感謝大家看我們吃這麼如此苦澀的一頓飯。這是我們徹底斷了烤鴨的念想啊！也別我，你，就主要就是你，我本身對烤鴨也就還好。你以後還吃烤鴨嗎？不吃。每次問他都不吃了，每次問他都是不吃了，以後就回家就吃了。北美這邊真不吃了。每次都是一樣，就和他買西瓜一樣。我說你還買西瓜嗎？還買 Costco 西瓜嗎？不買了。然後他又行了，朋友，再見了，愛你們，祝大家吃好喝好。这個我的这個陽光牌珍珠項鏈又來了，拜拜。